大家好，欢迎来到北欧老吴的直播频道。今天是2025年2月25号。从今天开始，我把每周2和每周4的录播要改成直播，尝试一下这个变化，能不能够跟更多的朋友做一个互动。所以说，从周2和周4会做盘中直播，也就是美东时间11点半开始，11点半到12点做30分钟直播。然后周5的话会有11点开始是做1个小时的直播，也是盘中会做。现在就是想尝试一下，那么看一下具体效果怎样。那么现在在等待进入这个直播间的现在就等待其他人进入直播间，无论是会员也好，还是其他人都可以提问。那么刚好有一个会员朋友要提问了，我看一下这个赵朋友，群赵，想分析一下 XPX 对吧？就是标普嘛。那么标普的话，我把这个画图软件调出来。标普的话，其实我们在出现顶分型那一天，也就是2月20号周4的时候就已经做过提醒了，对吧？出现顶分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因为当时我出现顶分型的时候，我们当时分析了周线上，还分析了这个周线上它这段结构，它这段的反弹呢，刚好是在 0.618。我们现在再看一下，当时我们为什么做出当时那个判断？当时这个第3段的反弹刚好在 0.618 的位置，对吧？6143最高点在6147，然后出现了顶分型，然后它的这段3段又构成了周线上的一笔，然后日线上给到一个顶分型，多种因素叠加，那么这个的当时就判断这个的回撤是有希望形成一笔的。那么现在是连跌了4天了，对吧？尤其是这个上周五和今天这个力度还是比较大的。那我现在看一下这个标普的这个走势，它们的走势。因为在周末的时候，我跟会员朋友们其实做过这个大的周期的复盘。我们当时说过，现在周线上，我们现在看的周期是周线。那么周线上从这个起涨点，这是一个中枢，然后一个3段，已经一个3段了。如果说从3491到6147结束的话，没有问题，因为3491到6147在月线上是一笔，在月线上是一笔。那么在月线上是一笔的话，它的次级别又带中枢，又带3买，又带背驰，结构很饱满。这个结构已经很饱满了。那么从这个6147这里，无论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回撤，它要么是一个在这里做第2个中枢，对吧？就是说1、2、3在这里至少要3段做中枢，下面是大 A 大 B， 然后再打高点，没问题，对吧？还有一种就是在这里走反向，那么就是杀的比较狠，直接走反向。那无论怎么走的话，都要有下跌这一段，无论怎么走都要有这一段，因为这一段是构成前面这个中枢的必要的下上下的这一段，也是如果说要走反向的话，那就是进入段，对吧？无论怎么样的话，都要有这段。我们当时在周末的时候已经测过，这个空间是应该是6%。我们当下再看一下，3点多。就是说，如果说它要跌破这个5773，我们当时就说要跌破5773，那么这里就会形成一个中枢，要么就是扩张的，要么是走反向，这是一个4%左右的一个空间。但是指数跌4%的话，那么个股的话可能就40%了，对吧？所以说当时我们就说这个大的回档能避开还是要避开的。所以现在你看，你像裸 K 的话，现在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强的顶分型，周线上形成了一个非常强的顶分型。对吧？然后我们再来到日线上，日线上现在已经回撤，已经够笔了。日线上已经回撤够笔，它离这个120天均线的话已经很近了，看到没有？
离这个120天，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根均线，但是已经回撤够笔，我们需要关注一下它的小周期。这个小周期啊，一般我用日线的次级别是日线，但是呢，最近看日线的话有点慢，在快速变动的市场的时候，我们需要用低周期的，比如说用它的更小周期，我这里用30分钟看的话就非常清楚。我们看一下6147，在30分钟下一个清晰的一个5浪下跌，这是第一浪、第二浪、3、4、5，一个清晰的5浪下跌在30分钟上。那么这个3和5的话，我们也可以比较一下力度，就是1、2、3、4、5， 3和5。我现在目测呀，5跌的没有3那么强烈。首先，这个柱子的面积没有前面大，但是呢，这个快面线的张口啊，还是张的有点大，而且比前面的还低，所以说没有双背驰。什么叫双背驰呢？就是一是快慢线要比前面的这个位置高，也就是说在它上面这是有背驰了。二呢是这个柱子的面积比前面比较的话，这两段比较，柱子的面积要比前面小，这叫双背驰。所以现在这个快慢线的张口还有点大，说明什么呢？说明第5段的下跌动能还是比较强的，就是在第5段的30分钟，第5段的内部，它的内部不够饱满。那我现在在30分钟上，我们先比较一下3和5的这个空间，对吧？现在是等比例在5887，所以说现在这个3和5是珠子的面积是比前面能小一点，但是呢，这个张口还是有点大。但是现在是已经有起跌的迹象了，对吧？你看它从这个点位下来的时候，在它的我们之前讲过简单的办法，就是看有没有超过3根 K 线的一个并排。它在最上面有3根3根 K 线，然后在这里有3根 K 线，在中间的话走得非常凌厉，基本上每一根 K 线都有一个新的低点，所以说它是走得非常凌厉。中间这段，也就是它的次级别，我们再需要降低周期看的，需要降低更细的周期，因为我们现在看的是30分钟嘛。那么它的次级别的话，我们需要5分钟看。我们来看一下5分钟上为什么它跌得这么猛。我们把这个其他的这个 K 线给它取消掉，我们就看这个高量的这段 highlight 这一段。那么在5分钟上，从这个高点，这是我们把它给它标注出来，6031， 6031下来之后吧，你发现没有，在5分钟上只有3段。从这个起跌点，这个不够比，反弹也不够，那么直接就一笔就打到这里，发现没有？在5分钟上走的特别猛，一笔就干到了这个5923，然后从这里才反弹够一笔。在5分钟上现在有3段了，也就是说在5分钟上这个位置其实是可以做短差的，但是这个周期非常小，因为在5分钟上是有背驰了，发现没有？这个位置其实可以做短差，什么位置短差呢？也就是说这个反弹是可以做的。那么这个反弹，你如果说要做的话，那么就需要作为防守位，5908，我们现在看当下的，现在就是当下的走势哦。这个位置如果说能做的话，其实可以做它的那个进场做5分钟反弹了，也就是日内的，因为级别非常小。这个反弹可以是弱反，也可以是强反，就是强势反弹。那么强势反弹呢，一定要打掉这个5946这个位置，就是说要强势突破5946。然后给你一个回拉，不回到不碰5946，然后直接往上走，这样是一种强势，就会形成一个2-3买重合的一个5分钟的一个小买点。所以说现在这个位置可以进，如果说强势出现的话，到了一个，比如说给到一个5分钟顶分型，再减一减，回拉再买回来，然后再做第3段。所以说5分钟现在可以这么计划。如果说这个位置给你一个很弱的反弹，对吧？不能够很有力度的突破5946的话，也就是说在这里做一个5分钟中枢，可以继续下。那么这样的话，它的结构就饱满了，相对饱满。这样的话就有进入段，有离开段。那么就看这个5分钟这个离开段跟这个5分钟进入段比较有没有背驰。如果有背驰的话，那就有希望结束6031整个的这段下跌。但是呢，从6031下跌到即使再打新低的话，也只不过就是30分钟上的一笔，再回到30分钟上，也只不过是把30分钟的最后这一笔给它的内部做的饱满一些，
晓得吧？现在就是看这个30分钟上是不是要先弹一笔。如果说这里弹一笔的话，也可以，对吧？那就是一个1、2、3、4、5、6，给你一个6的反弹。这个反弹要关注的就是它能不能够先碰到这个位置5997。如果说只是给一个很弱的反弹，连5997都碰不到的话，那你就赶紧跑掉，因为它在30分钟上还要有第7笔。那么第7笔的话，可以再次打掉5908，对吧？所以说我们做交易就是一转一转做，但是前提就是你能不能够做这个级别，30分钟这个级别你能不能够做，5分钟级别你能不能做？你说这些都做不了的话，那这些都是噪音，那你只能做高周期的交易，那你就在高周期上等待你的交易信号。其实方法是一样的，我在5分钟上演绎的这个方法，在日线上周线上方法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就是你不同的周期对应的仓位不一样而已。我5分钟可能只进1%、2%的仓位，那我日线可能进10%、20%的仓位，那仓位是不同的。所以说我们关注的重点就是方法是一样的，你就看你能够操作什么周期而已。那么在小周期的话，你可能需要严格止损了，对吧？你如果说不能够严格止损，也不习惯去盯盘的话，那你就不能够做很小的周期的交易，你就去把你的交易周期抬高。所以针对这个标普的话，这个赵朋友问的，现在就盯着30分钟它怎么演变就好了。30分钟最强的就是起码要拉回到这个区间，我们把这个30分钟这个区间给它标出来，就是起码要拉回到这个区间里面来，甚至是拉回到这个区间之上，也就是说走到6031之上才算强势。如果说那你把30分钟这个区间的中轨给它标注出来的话，如果说只能比如说拉回到中轨这个位置6000附近吧，取个整，只能拉回到6000附近的话，那就看它是不是要给一个2买之后再上去，甚至是在最后这个中枢里面在这里震之后，然后再选方向，对吧？所以说5977到6031就是我们观察市场在最近一周以及下一周的这个强弱的一个关键的一个位置，就是这个区间。所以说但是因为这个周三，也就是明天盘后有英伟达财报，所以说英伟达财报我在周末跟大家做周末复盘的时候也说过，这一周是非常关键的一周，也就是市场要选择方向的一周，是要出现大的回撤的一周，还是说要是这个可能再次去测一下这个前高的这个情况。所以说呀，英伟达这个财报是相对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市场现在最近的下跌呢有一点类似预演的那种情况，对吧？有点类似很多人都在等这个英伟达的财报，但是他偏偏不给你等到那个节骨眼儿给你下跌，他偏偏要提前。这就是市场很多时候很多人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不习惯于市场是变化无常的，老是喜欢问啊为什么跌呀，为什么涨啊，老是有这种无聊的问题，其实没有意义。那么因为我们今天只有30分钟的直播，所以说不能想得特别细，但是你要观察的话，就是观察30分钟这个运动就好了。你能够做更小周期交易的话，你就按照更小周期的交易去做就好了。然后那因为我们今天直播只有半个小时，那么能讲到我看大家提问的问题能讲到哪儿的话就只能讲到哪儿，不能应该是问题的话不可能所有的问题都能解答到，因为只有30分钟。所以说我们再往下看一下，这个李朋友问他问了一个 NTR ENB， 我们先看一下，简单看一下 NTR。 如果说这个票的这个结构不太复杂的话，我可能几分钟就能稍微说一下，对吧？但是如果说非常复杂的话，可能耗时就比较长。但是它这个票，首先这个我们现在看的周期是月线上，你会发现在月线这个大周期，它之前是尝试过底分型都被打掉了，发现没有？有过2、3次尝试形成底分型，那么现在就这个 MACD 已经出现拐头这个迹象，然后在这个位置出现了一个底分型，所以说这个43.7这个位置就非常关键了。那么有希望，我只是说有希望这里能够出现月线上出现一笔上涨，对吧？月线上出现一笔上涨的话，那你还要去测一下它到了某一个关键位置，黄金分割的
那如果说力度很弱的话，它还可以再继续下。但整体来讲的话，它是一个很阴跌的一种状态下来的，你发现没有？你要做的计划就是要做月线上一笔反弹而已。所以说这就是43.7这个位置。我们再降低周期看一下，43.7，43.7在这个周线上现在只有一笔反弹，看到没有？只有一笔的反弹。那我再看一下最后这一笔的内部，看一下它能不能够继续再往上冲一冲。日线上，然后这里是有过一次回拉，然后再是这个一段上涨，3段，这基本上日线上都是这种3段走。那么日线上现在出现了3段了，那么现在这个第3段现在有结束的迹象，对吧？因为3冲的不猛啊，你发现没有？这3冲的空间上首先是背驰了，但是它又给你到顶分型，然后又出现这个它的次级别又是走的非常纠结的这种下跌，所以说这里有希望是回撤一笔，回撤一笔之后，你要看能不能够踩到这些关键的位置上。你要想进场的话，那就看这个50附近吧。50附近回拉之后，看它是形成一个通道型的中枢呢，还是说形成一个扩张型的中枢？它甚至可以踩一脚120天也可以，它就形成一个扩张型的，对吧？看它是形成是一种通道型的，还是形成一个扩张型的。那么你就是可以在这个通道的下沿，或者说这个扩张的下沿，也就是这个120天，这里可以进行建仓。那么这样的话，看它形成中枢之后，日线上形成中枢之后，能不能够继续往上走？如果你要想建仓的话，就按照我刚才这个分析就可以了。然后再看他问的这个 ENB 的话，是一个可能主市场在加拿大的一个公司。那么我们看一下它这个美股的这个，跟我们那这位朋友应该之前问过，这个图形我们是之前画的，一模一样的，就是说，在月线上这个周期就是一个通道，这个箱体啊。或者说叫中枢，我们之前分析的时候，我们之前就说过这个位置，肯定是说过这个位置，不知道你当时有没有做出减仓动作？因为它到了这个中枢上沿的位置就是受阻了，所以说呀，你要想进场的话，那肯定是这段有可能要结束了呀，那你最好是等到它再回到比如说中轨的位置，对不对？然后看它能不能再上去，然后再看一下，简单看一下它的次级别，这个次级别现在是在周线上的话，这里是做了一个周线上这么有一个中枢，对吧？这是这样的一个中枢，然后它要开始上去，然后这个周线中枢的话，现在这个回拉，回拉不够比，那看一下能不能够有希望形成一个周3买。现在这个位置的话，如果说能够到40吧，到40的话，你可以有希望再做一笔反弹。这笔反弹可以是弱反，也可以是强反，对吧？如果是强反的话，你就继续来拿一拿，看看有没有1、2、3、4、5。如果说是只是一个弱反的话，你就赶紧再卖掉，因为它在这里要做中枢，这样的话2个中枢，然后也可以结束整个上涨。也就是说，月线上这一笔有可能没结束，也就是说这一笔有可能没结束，因为它的内部的话，在它次级别周线上还没有出现3买或者3卖，晓得吧？就是这笔有可能是没结束呢。你等它结束之后，比如说40附近可以买一下，然后做一个先做周线上的一笔反弹，然后再看。那个 EL 朋友问，请问矿股有讲过吗？你说的挖矿股对吧？没有讲。Marathon 现在适合建仓吗？我们看一下他问的这个 Marathon， 因为现在最近主要是那个比特币的一个大跌呀，比特币最近的一个大跌造成了这个所有跟比特币相关的公司也好，挖矿的也好，什么各种公司吧，各种的相关的。都在跌，这也很正常，对吧？因为毕竟他们，这个相关性是比较高的。那么针对这个 Marathon 的话，这里是做了一个大的第2个中枢，周线的大的中枢，下面有一个中枢，2个中枢有高低点有重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还有一种分析就是它在月线上已经反弹，月线上已经回撤够比了。从这个3.11的话，一笔上一笔下都够了。我们把月线上也给它画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2个方向都要看，也就是同级别分解和非同级别分解。那么我们首先看一下非同级别分解。非同级别分解的话，为什么要用非同级别分解呢？我大部分时间就简单嘛。那么非同级别分解的话，就是以34.09作为分隔点，
那么这样的话，我只看34.09右侧这些就好了，我就看这些结构够不够饱满，它的下跌有没有结束，对吧？因为所有的这些在月线上只有一笔，所以说在周线上是有这么一个中枢。那么我又可以观察什么呢？观察进入段跟离开段，因为它这个已经出现了新低了。出现这个新低之后，我们要观察的就是这个离开段有没有可能止跌。首先比较一下进入段跟离开段的一个力度，等比例在 10.37， 发现没有？等比例在 10.37， 也就是说它跌到 10.37 的话，跟前面这个进入段的这个空间是一致的。那么前面这里跌了这么大空间，有这么大的一个反弹，后面这里同理也期待着有希望有这么大空间一个反弹，对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比较空间的原因。那么看一下现在最后这段 230.28 回拉这一笔，看一下它的内部。首先在周线上就没有底分型，这个图形虽然很乱，但是大家通过我的讲解应该比较清楚。我们看一下它的裸 K， 就是我们现在观察就是这段有没有结束。我们刚才已经得到一个位置应该是多少 10.27 吧， 10.37。那么到 10.37 的话它是一个等比例，但是现在你看它这个 MACD 已经下到0轴以下了。那么周线上也跌破了2根比较重要的均线，现在底分型也没有。那么我们再降低周期看一下它的次级别。那么在马拉松的这一段的日线的次级，也就是周线的次级别的话，它是一个这里有过一次反弹不够比，反弹这里反弹够比，也就是一个3段，看到没有？我们把这个马拉松的日线的这段给它画出来。这就是从这个最高点下来之后，这所有的反弹这些都不够比，只有到这里才够一笔。然后这是一次有效反弹，然后3段，发现没有？在日线上是3段。那么在日线上，我们也要比较这3段的一个力度，从最高点 30.28， 也就是说，我现在要判断第3段有没有可能结束。第3段结束了才有可能有反弹，第3段没结束，它可以一直跌呀，对吧？这就是为什么在每一个周期我们都要找到有背驰点，只有出现背驰的情况下，我们才可能去进场做它的这个反弹那一笔。它的等比例在 7.29 呢，发现没有？所以说但是呢，它不到 7.29 的话，如果说就能转折的话，说明有背驰了。这是这个等比例的位置用来观察，用来看什么？那么现在它这个 MACD。现在这个是有点快速往下杀的一个意思。我们再看一下最后这一笔，也就是第3笔，这就是利用我们的区间套了。区间套看一下它的内部有没有背驰，有没有反转的迹象。但是我们现在目测的话，从这个日线上，我们从日线上发现，从这个起跌点的话，这里有中枢，这里有中枢，但问题是这段的离开杀得太快，发现没有？说明这2个中枢出现，就是它的次级别。虽然说我现在在日线上看，现在观察的周期是日线，但是在日线上我就能知道它的小周期在干什么。所以说很多时候等你熟练了之后，你是不需要降低周期的。那么现在在日线上，它这段离开太快了，说明它的离开段没有背驰啊。所以说你要想进这个马拉松的话，必须降低更低周期，也就是1小时上，看一下1小时上。那么1小时上，这里是我看一下啊，这里有过反弹，但是不够比，这里只有一段，然后这里有过一次中枢，做过一中枢，也就是这个离开杀的太猛了。我们把这个1小时或30分钟上应该有2个中枢，我们把其他都清一下，我们主要看一下30分钟上它这2个中枢的位置。我们把这个第一个中枢给它画出来，这里是一个上下上，这有一个30分钟的中枢，然后这里把它拉过来，然后我再观察第2个中枢在哪里，这里是有第2个30分钟中枢。你会发现第一个中枢跟第2个中枢高低点有接触，跟我们刚才在日线上看的一模一样。有接触之后出现了一个扩张，那么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个扩张之后的中枢，这里变成了这个中枢的离开段了，前面变成进入段，那么它离开段杀得太狠，说明它下面可以再做出来一个大中枢来，跟这个中枢一模一样的之后，才有可能结束整个的一波下跌。所以说你什么时候进，对不对？你什么时候进，那就基于你的级别了。你如果说是一个30分钟的一个级别交易者，那么这里你就观察这段什么时候结束啊？
那你要做的就是这段反弹，如果说能吃这段的话，那么说反弹力度不够强，然后你再卖掉，然后再做它的这个做空它这段，直到这里生成了跟上面这个扩张之后中枢的级别相同的时候，你才可以大力做多。所以说现在远没有到开始建仓的这个位置。因为我们毕竟时间有限，所以说没有办法讲的特别细。那么方法的我在这里其实是想表达的就是把方法给到大家。那么具体怎么操作的话，你学会了这个方法，你任何的都能看的，对吧？然后再看这个 Grace 这个朋友问 MSTR， 那就是这个跟比特币相关度也是非常高的这个 MicroStrategy 啊，它这个其实问题更大。因为他这个熟悉他的这个朋友都应该比较了解，这个老板呢 ，MicroStrategy 这个老板是这个怎么说呢 ？MicroStrategy 老板大家熟悉他的话，他也是一个大网红啊，对吧？他之所以有现在这么激进的一个投资方法，是因为他以前的一个经历，他可能是在90几年的时候投资过什么这些大的科技公司，但是都没拿住。造成了他现在这种觉得啊，我如果说这个卖掉现在他手里面的比特币的话，会造成可能之后10年20年的一个上涨。所以说他是因为之前的一个经历，他自己在很多他的视频里面是说过，大家可以自己搜一下。所以说造成他现在买了很多比特币，但是他的问题是他是贷款买的比特币，虽然说他那个买的是发行的那个 convertible bond，利息非常低。可能要到期的话，也是在2027年甚至几年以后，短期的压力是没有。但是如果说比特币持续下跌的话，对它的压力是比较大的。所以说，针对这个 MicroStrategy 的话，它其实如果说真有机构盯上它，一直做空它的话，它其实压力还是比较大。我们看一下它的结构吧。那么首先我们要看的就是周线上这个结构。周线上这个结构，其实它的大结构还没有被完全破坏。它这个是7张脸，然后是一个1、2、3、4段。所以说我们要观察就是第4段它有没有结束，对吧？现在就是周线上的第4笔或第4浪的一个回撤。那么我们就把这段高亮一下，看一下第4段。那么第4段的日线上，也就是说周线的一笔是日线上的它这个有结构的。那么有进入段，有这个中枢，对吧？有中枢之后，我们就可以比较进入段跟离开段的力度。哎，一样的方法，用这个扩展器，然后当倍率200。那么现在没到200，说明这里直接转折的话，说明它的那个次级别里面有背驰了，对吧？但是呢，想要转折，我们有双触发。什么是双触发？第一的触发就是都有底分型啊，有底分型，任何的转折，任何的底都要有底分型，任何的顶都要有顶分型。所以说我们学缠论的话就容易了呀，我们是有严格的进出的一个这个交易信号的，这个位置没有底分型啊。没有底分型，它就可以一直跌，往这个200均线再踩一踩也可以。你看它现在张口张的有点大了，所以说你要想进这个MicroStrategy 的话，就是耐心等待。首先要有底分型吧，有底分型之后，我还要观察是不是在200以上，因为即使有底分型，跌破200的话，意味着离开段没有背驰，也就是3跟1比较没有背驰，3跟1没有背驰有底分型，我也不进，因为它没背驰啊。那么它可以给一个弱反，直接再往下涨，那就给你一个3脉，对吧？针对上面这个中枢，所以说，如果说能够在200之上，比如说200天均线这个位置，也就是225这个附近，如果说能够企稳的话，给一个底分型，然后它的内部结构又相对饱满的话，那么有可能可以做一笔反弹的，因为它是有背驰了嘛。这笔反弹，那你要关注跟这个中枢的这个位置，回不去这个中枢的话，还是3脉，它还可以再跌一次，这样的话就会形成一个盘整背驰，也就是3笔的这种背驰。这个位置我们就可以多加一点了，因为这个位置有希望的是从543整个下跌一个结束，就是说周线上那一笔可以结束了，这个位置可以多加一点，因为你做的是一个周线上的一笔的一个潜在一笔的反弹。所以说你利用这些理论，这个不同的周期结合起来之后，你就比较容易分析了。
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也是只有半个小时，我们已经到时间了，美东时间12点。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因为每一个股票想说的很细的话，这个时间是必须要花出来的，就是必须要花几分钟时间，要把每一个周期都看得很清楚的话，要说得很清楚的话，必须要多周期连立起来看。但是时间有限，但是大家问的问题也比较多，所以说只能分析到这里了。那么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周四，不是下周四啊，下一次就是周四的同一时间，我们来做这个盘中的直播。好的，再见。